室友得知我男友是金圈太子爷后，时常跟踪我们。1个月后，室友对我高调宣布，我怀了太子爷的孩子，你还不让位吗？我蒙圈了。他以为的太子爷分明是女生呀，那他怀的是谁的孩子？我刚回到宿舍，室友郭爽就笑眯眯地哭上来。小妍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，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。闻言我一脸懵，我瞒啥了？郭爽得意地说道，车牌5个8，金圈太子爷的标配，没想到你男友是金圈太子爷。郭爽原本约我去逛街，我以跟男友去看电影为由拒绝了他。回来的时候恰好碰到闺蜜，便坐着她家车回来，没想到被郭爽给误会了。无论我如何解释，郭爽都觉得我是太低调。只因开学时我拎了一只爱马仕，我告诉他们是假货，后来被郭爽看穿，自此室友就给我起了复活颜的外号。郭爽他们只是开玩笑，调侃2句就过去了，唯独柳如烟认真的凑到我跟前。思妍，你什么时候让你男朋友请我们吃饭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继续阴阳怪气，该不会怕我们撬你墙角，不敢让我们跟你男友见面吧？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回怼道，我男朋友凭什么请你吃饭？嫉妒就直说。柳如烟立马生气了，各种嘲讽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人家可是金圈太子爷，可能只是跟你玩玩，说不定过2个月你就被当只破鞋一脚踹开了。闻听此言，我直接怒了，指着他的脸骂道，洗洗你的臭嘴，再一天到晚乱喷粪，我直接给你缝了。柳如烟不是个吃亏的主，扑上来就要打我，见要爆发冲突，郭爽挡在我面前，另一个室友苏瑶拦住柳如烟，他们都觉得柳如烟做的有些过分，谁知柳如烟却委屈起来，哭着跺脚，你们都欺负我。随后冲出宿舍，郭爽安慰我，别跟柳如烟计较，还有你多注意，别让他接触你男朋友。我冷哼一声，要是他这样的都能把我男朋友撬走，这男人不要也罢。从那天爆发矛盾后，我发现柳如烟总爱盯着我，每次我拿手机回消息，她都会借故凑上来，甚至我出门，她都会悄悄跟着。这天闺蜜生日开聚会，邀请我盛装出席，正化着妆，郭爽开始了调侃，打扮这么美，晚上是不准备回来了吗？想想闺蜜每次生日至少要闹到凌晨，我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，对，应该会很晚，今天估计是回不来了。话音未落，我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，司小姐，我到了，在西门等您。随即我快速拎起包，跟郭爽挥了挥手，接我的人来了，先走了。苏瑶满是羡慕，你男朋友可真体贴。因为赶着出门，我也没多解释。20岁的生日，闺蜜格外重视，玩闹到半夜，我眼睛都快睁不开。迷迷糊糊之中，我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柳如烟，她怎么会来这？没有经历多想，我已经疲惫的昏睡了过去。从那以后，柳如烟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盯着我，每天早出晚归。苏瑶说她谈恋爱了，我内心忍不住窃喜，只要不烦我，就是找个爹我都不管。这天，柳如烟手拎着几个名牌购物袋回来，郭爽吃惊地问道：“彩票中大奖了吗？买这么多香奈儿？”柳如烟得意地笑了笑，假装无奈地摊了摊手：“这都是我男友送的，都跟他讲不要这些，他非要送，真是烦人。”我跟郭爽对视一眼，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我从小就接触这些牌子，他拿的这些东西一眼假。郭爽则是爱研究各种名牌包，他自封真人包包鉴定机。谁知柳如烟突然走到我面前，甩下一根生命探测仪，望着2条杠，我大脑空白了1秒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柳如烟便仰着下巴，一脸高傲地对我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室友一片哗然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询问柳如烟什么情况。苏瑶担忧地说道：“你还在读书，这样影响你的前途。”岂料他却满脸不屑：“我若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只怕你们都会羡慕我命好。”我和郭爽忍不住翻白眼，这算哪门子好命？我听不下去了，打算出门透气，免得被瘴气污浊。谁知柳如烟却追了出来。你站住！我不耐烦地回怼道：“有屁就放！”只见柳如烟冷嗤一声：“我怀了太子爷的孩子，你还不让位吗？”闻听此言，我大脑瞬间宕机。你怀谁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见我不说话，柳如烟继续炫耀：“就在上个月，你跟金圈太子爷在金龙酒吧庆生那晚，你们结束后去了一旁的酒店，我也上去了。我从你们用完的隔皮袋里拿到了太子爷的基因。”他说话的时候满脸得意，没想到我运气还挺好，一次就中奖了。得知柳如烟的奇葩操作，我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此时的他还在喋喋不休，将来他还有机会继承太子爷家的财产，你懂吗？金龙酒吧岂不是闺蜜生日那晚？可闺蜜是个女的，她说的太子爷的基因从哪里来的？柳如烟该不会认错人，胡乱搞个套怀孕，打算借机上位吧？那这个男人也实在倒霉。我正打算告诉柳如烟真相，可他冲着我耀武扬威的威胁。我劝你早点跟真哥哥分手，别知3当3。见他已经无可救药，我索性将计就计，假装愤怒道：“这种渣男送我都不要，祝福你们永远锁死。”自从高调宣布后，柳如烟在宿舍的姿态越发气张。她要求苏瑶帮她洗衣服，要求郭爽帮她打饭。苏瑶和郭爽不知内情，想着顺手帮她一把，结果她越发放飞自我。这天我泡了一碗螺蛳粉进宿舍，她捂着我咒骂起来：“没听过吃螺蛳粉跟吃屎没区别吗？你也就配这吃个，太恶心了，赶紧拿出去！”气得我站起来，
就要把螺蛳粉扣他脑袋上。郭爽连忙将我扯住，他现在情况特殊，别再讹上了你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有些道理，随即出门将螺蛳粉吃完才回宿舍。岂料柳如烟又闹起了幺蛾子，她抬着小腿，夹着嗓子说道：“我这小腿时不时就抽筋，思妍，要不你来给我按按，按得好，我就请你来我家当保姆，保证工资只多不少。”我直接回怼：“没想到你长这么丑，想得倒挺美。”柳如烟气得满脸涨红：“你敢嘲笑我？信不信我让真哥封杀你，让你在京圈混不下去？”我故意激他：“你让他来，他若是敢站我面前来，我就给你道歉。”柳如烟得意一笑，冲着我放狠话：“好，我等着你给我磕头认错。”我倒是有些好奇，这位真哥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很快就有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赶来，他皱着眉，满头大汗地看向柳如烟：“我的小祖宗，你又闹什么？可别伤着孩子。”柳如烟捂着肚子，撅起嘴，伸手指向我：“真哥哥，你告诉这贱人，你到底爱谁？”看清他的脸后，我大吃一惊：“韩哥，怎么会是你？”韩征先是一脸震惊，随后眼神无比慌乱。司小姐。此时的柳如烟还闹不清楚情况，拽着韩征的手，指着我跺脚：“真哥哥，你快告诉这个贱人，你到底爱谁？”此刻的韩征被我盯得有些窘迫，不耐烦地开口道：“好了，你别闹了。”见没得到满意的答案，柳如烟气得发疯：“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！今天你要是不让她给我下跪道歉，这孩子我就不生了。”我冷嗤一声：“韩哥，你看实在不行，我给他磕一个。”我话音未落，柳如烟抬手朝我挥来：“贱人，你还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我老公？”只见韩征一把拽住柳如烟的手，直接给了她一巴掌。死婆娘，闹够没有？柳如烟瞬间呆愣在原地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吃瓜群众也一头雾水。郭爽下意识将我往后扯了扯，怕我受到波及。此时的韩征上演光速变脸，上一秒还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，而转身看向我的时候，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。司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受惊。这婆娘不懂事，我已经教训过了。我没理会韩征，将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柳如烟身上。你说你男友是首富家的少爷？闻听此言，柳如烟立刻上前，警惕地将韩征挡在身后。你还说你对我老公没意思，你真下作！我被他蠢笑了。放心，我对首富家的少爷或许有意思，可我对首富家的司机半点兴趣都没有。郭爽听到了重点，瞬间拔高了音量：“司机？你说他是司机？”柳如烟瞪大双眼：“不可能！思妍，你为了给自己开脱，真的是什么借口都能说得出来。”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：“不信你自己问他喽。韩哥，你女人诬陷我是小三，还当众辱骂我，这事情若是让我好姐妹知道，恐怕不好收场吧？”韩哥听出我言语里的暗示，据我所知，闺蜜家给司机的工资非常高，正常人都舍不得这份高工资吧？不出所料，韩征立刻变脸，拽着柳如烟来给我道歉。快点给司小姐道歉！韩征的态度说明了一切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首富家的太子爷，只是司机而已。回过神的柳如烟尖叫着朝着韩征扑去：“你居然骗我说你是首富少爷，还让我给你生儿子，你个大骗子！”刚开始韩征还顾忌着他的肚子，可当柳如烟尖锐的指甲在他脸上抓出血痕后，这个男人彻底暴露了他渣男的本质，直接对着柳如烟出手了。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，战线不断外移，我们这群吃瓜群众只能不断后退。突然，柳如烟扭头像是疯了一样朝我扑来。思妍，都怪你！他速度太快，我来不及躲闪，身后就是楼梯口，我脚下一空，痛得整个人跌坐了下去。柳如烟更惨，她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摔下了楼，惨叫声传来，现场乱成一团。很快，救护车将我们拉走了。我的脚扭伤，需要卧床休息1周，而柳如烟就惨了，这么一摔，肚子里的金蛋没了。闺蜜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来探望我。你放心，韩征我已经开了，敢拿我车乱搞，真够恶心的。拿老板的车去泡妞，被开除一点都不冤。据了解，韩征不仅有老婆，还有2个女儿。原来闺蜜生日那晚之后，柳如烟就一直在金龙这家酒吧蹲点，终于让她在看到那辆车牌5个8的迈巴赫，她误把开车的韩征当成是我男友，主动投怀送抱。柳如烟虽然人品不好，但长得还算漂亮，又是年轻大学生，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女人，韩征自然就接受了。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会是柳如烟的室友，我忍不住八卦起来。柳如烟到底怀的是谁的孩子？闺蜜一脸的厌恶。那天我不是给你开了间总统套房休息，后来你男朋友来把你接走，房间空置出来，韩征带着酒吧的女人上去乱搞，恰好被你这傻同学给撞见，就闹出这种搞笑剧。得知全过程，我也是一阵无语。闺蜜替我抱不平，那二货呢？就这样放过他？要不要我雇人 K 他一顿？哪用得着你动手？犯法的事情我们可不能干。说完，我让闺蜜推着我带她去看好戏，让闺蜜帮我推到柳如烟的病房外。刚停稳轮椅，身后的电梯门就开了，身材魁梧的女人急匆匆地跑出来，冲进病房，拽起病床上的柳如烟就是胖揍。病床上的柳如烟对于这种凶猛的攻势毫无招架之力，只能嗷惨叫，直到医院保安赶来，强行将人拉开。柳如烟顶着一张猪头脸，哭天抢地的叫喊：“快报警！这个疯女人要杀了我！”只见女人张牙舞爪地指着柳如烟骂道：“不要脸的小，勾引我老公，还
害她丢了工作，还敢挑衅我，骂我生不出儿子，我弄死你都是轻的。闺蜜指着身材魁梧的女人问道：这是韩征的老婆？我点了点头。刚才我从闺蜜那拿到韩征老婆的号码，用柳如烟的名义给她发了消息。闺蜜冲着我竖起大拇指。行，我这乳腺总算是通了。要是你跟个软包子一样不吭声，我才怄气呢。1周后，我回到宿舍，柳如烟见我出现，立刻扑上来，歇斯底里道：小妍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尴尬地站在原地，被她死死拽住。其余的室友见状，连忙上来劝说：思妍，她也是被渣男骗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就连郭爽也动了恻隐之心，看他哭得这么惨，应该是真心悔过，不如就原谅他吧。我无所谓的耸肩，只要柳如烟不给我添堵，我可以不跟她计较。闻言，柳如烟立刻止住哭泣。思妍，你真好，以后我们还是好室友、好姐妹。我冷着脸推开她的手，好姐妹还是免了，病水不犯河水就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柳如烟就跟块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们，不仅一起去教室，一起去食堂，连我上个厕所，她也要一起。我冷笑道：真凑巧，你尿的频率都跟我一样。以往我若是这样阴阳她，她早就气得暴跳起来跟我对骂了。如今她只是笑一笑，这就叫缘分。室友都觉得她变了。苏瑶劝我不要对柳如烟太苛刻。思妍，我知道你生如烟的气，之前她确实做的不对，之前只是涉世未深太单纯，太轻易相信别人了。面对苏瑶头头是道的分析，我只是笑了笑没说话。韩征是渣男没错，可柳如烟真单纯吗？果不其然，她的狐狸尾巴很快就露出来了。苏瑶提议周末宿舍一起聚餐，此时郭爽回应道：可周末是思妍生日，她应该要跟男朋友一起过吧？不料柳如烟突兀地插了一句：这样不是正好，我们一起给思妍庆祝吧。对此我没有回应，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。谁知柳如烟突然嚎啕大哭：思妍，你不会还没原谅我吧？真的要我给你跪下才行吗？她挣扎着起身，做事要给我跪下。只见苏瑶一把将她拽起，怒气看着我：思妍，你也别做得太过分了。一脸茫然的我扫了两人一眼，随即淡淡笑了笑。我又没说不同意，你们这么激动干嘛？闻言，柳如烟眼前一亮。那就这么说定哦，到时候你把你男友带来，我们一起庆祝。到了聚会那天，柳如烟特别积极，大清早就开始化妆。要出门的时候，郭爽把我拉到一边，质问道：你就这样出门？我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眼，前后没穿反，扣子也扣得好好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郭爽特意压低了声音：今天你是主角，风头都要被柳如烟给抢了。我转身看了一眼，只见柳如烟穿着性感的吊带裙，手上拎着司机送给她的假香奈包。见我不开口，郭爽有些急了：我主要是怕某人死性不改。闻听此言，我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：世界上的女生那么多，柳如烟也不止一个，若是那么轻易就被勾走，这男人不要也罢。郭爽被我的话惊住了，也只能无奈地摇着头。几人来到包厢坐下后，苏瑶突然起身：我出去接个人。闻言，众人一脸八卦，不会是男朋友吧？谁知苏瑶脸瞬间红了，转身跑了出去。1分钟后，她挽着一个男孩走了进来。这是我男朋友父亲。她男朋友起来似乎比我们大不少，穿着西装，一副商业精英的模样。只是他看人的眼神让我极为不舒服。碍于苏瑶的面子，我什么都没提。父亲坐下后，就给大家发了名片：我是苏瑶的男朋友，感谢大家对苏瑶的照顾，以后若是来这里吃饭，就给我打电话，给大家免单。对此，郭爽惊叫出了声：哇，傅老板大气，这酒楼是你的产业吗？父亲笑了笑：家里人的生意，我就是帮忙。我依稀记得这酒楼老板不姓傅啊。此时，众人的关注点都在苏瑶和父亲身上，只有柳如烟扯着我询问：思妍，你男朋友呢？该不会是你没通知吧？谁知我刚要开口，包厢门突然被人推开，男朋友叶晨晨仆仆的出现，模样还有些狼狈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众人皆是一愣，柳如烟眼睛都看直了。郭爽故意调侃道：难怪思妍天天藏着，原来是男朋友帅惨了。叶晨大方地笑了笑，随即走到我边上坐下。我满是嫌弃：你掉坑里了吗？身上这么多土。叶晨一脸委屈：为了攒钱给你买包，我顶着烈日在工地搬砖。原本只是玩笑话，谁知柳如烟却当真了。思妍，原来你男朋友在工地搬砖呀？嘲讽中透着质疑。都这样了，他还能给你买爱马仕？谁知不等我接茬，叶晨引地附体：等明天加完班，我攒的钱就够了。这回我保证给你买个广式精选版，拿柜台去都验不出真假的高级货。看着他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，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他家是做房地产的，家里为防止他成为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从大2开始就让他在课余时间到公司学习，从基层做起。他最近跟的项目很重要，为确保项目质量，必须亲自下工地去督工。柳如烟捂着嘴，笑得十分得意。思妍，你男朋友也太搞笑了，假包就假包，还谈高级款，再高级也是假货垃圾。对此我冷笑道，目光落在柳如烟身上。那你又算什么垃圾？柳如烟立刻变脸，愤怒地冲着我吼道：你骂谁呢？眼看着气氛不对，郭爽他们连忙扯开话题。叶晨揉着我的手，小声地开口：你这室友不止绿茶，还是纯纯的大蠢驴。我跟叶晨认识多年，两人默契十足。叶晨刚才故意演戏，就是不想被柳如烟缠上。果然，柳如烟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
从一开始的经验到现在要多鄙夷就有多鄙夷，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转头居然勾搭起父亲来，这事还是郭爽先发现的。柳如烟是真死性不改，我今天看她从父亲的车上下来，临走之前两人还勾搭着呢。对此我一脸平静。你之前不是还觉得他悔改了？郭爽直接气得破口大骂。谁知道他这么能演，私底下拉着我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可把我骗惨了。郭爽准备把这事情告诉苏瑶，拆穿柳如烟的真面目，我一把把他拦了下来。空口无凭，你觉得苏瑶能信你吗？现在苏瑶跟柳如烟好的跟连体婴儿一样，到时候她被柳如烟三言两语忽悠过去，我们自己还惹来一身骚，何必呢？郭爽气得捶墙。那就这样放过他吗？等收集完证据再说。以柳如烟的性格，她既然看上父亲，就不会甘心当背后的女人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这事情就会闹起来。郭爽觉得憋屈，可眼下没证据，我们只能先等着。我跟郭爽一进宿舍，就发现宿舍氛围不对，满地狼藉。仔细一看，全是我床上的东西。我沉着声开口质问：谁干的？柳如烟睨了我一眼，眼神里透着得意。我径直朝着柳如烟走去，谁知苏瑶从一旁冲了出来，气汹汹地瞪着我。是我干的，有事冲着我来。郭爽帮我说话。苏瑶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你的教养呢？都被狗吃了吗？柳如烟在阴阳怪气地开口：教养是留给人的，可不配。我转头直接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柳如烟捂着脸，爆发出一阵尖叫。思妍，我要弄死你！我抄起椅子对准他，有种你试试。柳如烟被我的气势吓到，缩了缩脖子往后退了一步。见他老实，我决定先搞清楚苏瑶。说为什么动我的东西？苏瑶气得憋红了眼，扯着嗓子怒吼起来：你勾搭我男朋友，我扔你点东西已经算是客气的了。闻言，郭爽傻眼了。苏瑶，你脑子没坏吧？思妍怎么可能勾搭你男朋友？要说第三者，那也是柳如烟，是她勾搭父亲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苏瑶气急败坏的打断。郭爽，你被思妍给骗了，第三者就是他把自己的不雅照片发给了父亲，我找父亲对质，父亲都承认了，是思妍先勾引他，人证物证据在。思妍，你还要狡辩吗？闻言，我直接懵了。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找到了事件的关键点。你说什么照片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苏瑶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照片都在父亲手机里，我就是无意间看见的，你不用否认，我很肯定就是你。我平静地开口。那既然这样，就报警吧。苏瑶愣愣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苏瑶，我非常正式地告诉你，我从没有且完全没有兴趣勾搭你男朋友。至于他手机里面为什么有我的照片，我也很想知道，这已经触及法律层面了。我们让警察来调查，相信很快会水落石出。见我真的拿起手机报警，柳如烟急了，都是一个宿舍的，用得着报警吗？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呢。我被他的话给气笑了。你也配说这话？勾搭有妇之夫，被老男人的原配打进医院，你还有脸？柳如烟被对得说不出话来，随即我一脸严肃地盯着他，质问道：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苏瑶说的那些照片是不是你偷拍的？柳如烟明显慌了，眼神不敢跟我对视。你瞎说什么？别想胡乱扣帽子。我也不废话，把手机递给了苏瑶。我这里有段视频，刚好给你看看。视频一开，播放的画面让众人惊呼炸裂。画面中，柳如烟和父亲腻歪在一起，他夹着嗓子问道：傅少，你说是我让你高兴，还是苏瑶更厉害？父亲喘息地回应道：那书呆子哪有你这么会？不堪入耳的对话让人听了一阵尴尬。柳如烟彻底急了，拽着苏瑶的手臂要抢走手机。给我，快点给我！抢的过程中还歇斯底里地朝我大吼：你怎么有这个？我轻蔑地笑了笑。父亲在酒楼工作，难道他没告诉你哪个包都有监控？原来在得知柳如烟勾搭上父亲后，我就让叶晨盯着父亲，因为那酒楼明明就是叶晨姨妈家的产业。经过叶晨的打听，才知道父亲就是骗子专业户，靠着帮富婆捞钱，转头再去找大学生骗炮。他不仅在酒楼里跟柳如烟乱搞，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群里跟他的狐朋狗友炫。不等众人反应，我已经拿起电话报警。很快柳如烟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在他的手机里面不仅找到我的照片，还有郭爽的照片。原来柳如烟为了取悦父亲，悄悄在宿舍里装了监控，将我们的私密照发给父亲取乐。幸亏我们平时都比较注意隐私，并没有让他拍到太露骨的照片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柳如烟一口咬定这些跟父亲没关系，自己将罪名承担下来。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，学校直接让柳如烟退学。柳如烟回到宿舍收拾东西的那天，苏瑶跟他打了一架，柳如烟不甘示弱，两人扭打在一团。而我跟郭爽全程看戏，压根没打算帮忙。虽然柳如烟确实可恨，可苏瑶也蠢得可以，不然也不至于被柳如烟当枪使了这么多回。舍管闻讯赶来，将两人拉开。被拉开后的柳如烟双手环胸，下巴高高扬起，得意道：哼，就算我被劝退了又怎样？我马上就要跟傅少结婚了，以傅少家的实力，我一辈子都不用愁吃穿。倒是你们这些牛马，辛辛苦苦读书，将来说不定还得给我们打工呢。这话可把郭爽给气到了，当即就要上去打他，被我紧紧拽住。疯狗乱咬人，你急什么？郭爽气得脸色涨红，他这么嚣张，就这样放过他？随即我附在郭爽耳边嘀咕了几声，郭爽顿时眉开眼笑，不再跟柳如烟计较。柳如烟还以为我们怕了他，耀武扬威地离开了。经过之前的骂战，
苏瑶也自觉没脸再待在宿舍，她找辅导员申请了调换了宿舍，原本的4人间如今只剩下我和郭爽，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转眼时间过去2个月，我突然接到了叶晨打来的电话，你让我盯的是有结果了，要不要来看看？挂断电话后，我立刻带上郭爽去看好戏。五光十色的包厢里，柳如烟穿着暴露的兔女郎服装，跪在沙发边上，手捧着烟灰缸，对着肥头大耳的老男人笑得一脸恭敬。见此场景，郭爽都惊呆了。他怎么干这个？见到我们进来，柳如烟也傻眼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笑着讽刺道：“这不是快毕业了，打算来给父夫人打工？”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，愤恨地瞪着我。思妍，你早就知道父亲是个人渣，对不对？如今看我这样，你很得意吧？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设计？听闻此言，我直接无语了。是个公蛤蟆你都能贴上去，还需要我设计你？柳如烟恼羞成怒地冲上来，叶晨直接将我护在身后。酒吧的负责人得知消息，匆匆赶来。见到叶晨时，他态度十分恭敬。手底下的姑娘不懂事，我这就让她给你赔罪。柳如烟挨了一顿打后老实了。我错了，求你们让他别打了，放过我吧。眼见他嘴角都出血了，我才出声：“停手吧。”柳如烟趴着来到我脚边，眼含泪水望着我。思妍，咱们同学一场，你男朋友本事大，你让他救救我吧。父亲根本不是人，他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骗光我的钱跑路后，还把我给卖了。我平静地推开柳如烟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无论柳如烟怎么哭求，我都没有心软。在叶晨的示意下，负责人将他拽下去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我没有责任为他的选择买单。从夜场出来，郭爽一阵唏嘘，没想到柳如烟这么惨。你当初告诉我父亲是个高级鸭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顶多被男人骗光钱，结果渣男还把他卖了。想要不劳而获，走歪门邪道成功，那就要做好十足跌入万丈深渊的准备。只有努力依靠自己，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。